各位颐养晚年的叔叔阿姨、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琪。眼看2026年春节就要到了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，炸丸子、炖大肉，厨房里年味十足。但正因为吃是头等大事，今天我必须和大家认真聊聊一件最基础也最要命的事，您天天用的那桶炒菜油。前几天在好事多，我看到很多华人朋友购物车里都放着大桶的金黄色食用油，有的甚至落2-3桶，准备过年大展身手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特别着急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上周末，我拜访了一位营养学老专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很多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，比如血管硬化、慢性炎症，其实是日复一日从锅里吃出来的。尤其咱们华人爱用的几种油，如果用错了方法，就像在厨房里点了根慢性毒烟，慢慢给全家人的血管上锈。咱们炒菜讲究锅气，喜欢油冒烟再下菜，但那一股青烟正是健康警报。今天我必须把好事多货架上最畅销但高温下最危险的3种油说清楚，尤其是排第一的那种，很可能正站在您家厨房里天天用着。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请一定看完。如果你觉得安琪说的对你有用，别忘了点赞支持，也可以转发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咱们就从这最普遍、危害最大却最容易被忽视的第1名开始说起。大家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在 Costco 里卖的最火、桶最大、价钱最便宜、颜色是那种很深很亮的黄色的油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写着 Kirkland Signature Vegetable Oil 混合植物油的，有时候也可能是 Soybean Oil 大豆油的塑料大桶。很多阿姨都跟我说，安琪，这个油多划算啊，这么一大桶才多少钱？过年炸东西可费油了，用这个一点都不心疼。但是朋友们，咱们心里得有一本更明白的账，你今天省下了买油的这几十块钱，将来可能要花10倍、100倍的钱去吃药、看病、受罪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医生家里从来不买这种 vegetable oil 来炒菜吗？首先，这个名字本身就挺有迷惑性的。vegetable 听起来是蔬菜，油多健康多绿色啊，对吧？可实际上，这种混合植物油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都是大豆油。大豆油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，但问题就出在2点上。第一是它的提取工艺，第二是它里面的成分比例。为了让这种油价格便宜、出油率还高，生产厂家通常不会采用传统的物理压榨法，而是会用一种叫做化学进出的方法。这个过程咱们就不细说了，免得大家听了觉得复杂。总之就是经过了高温、高压和一系列化学溶剂的处理，进行高度的精炼、脱色、脱臭，这样折腾出来的油看着是清清亮亮，没什么杂质，可里面原本有的一点点维生素 E 啊、抗氧化物质啊，几乎都被破坏光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种大豆油或者混合植物油是典型的 Omega-6 脂肪酸含量极高的油。咱们中老年朋友这2年估计没少听一个词，叫慢性炎症。这可不是说你感冒了嗓子发炎，而是说你身体里面的血管壁、关节甚至各个器官，因为长期受到不好的刺激，一直处于一种暗戳戳、红肿、发热、疼痛的微观状态。很多老人家得的关节炎、风湿痛、血管硬化，甚至阿尔茨海默病，最新的研究都认为跟身体里这种甩不掉的慢性炎症有脱不开的关系。而这个 Omega-6 呢，它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脂肪酸，没它不行。但如果它摄入的太多了，在身体里就会起到促炎的作用，相当于给你身体里那些发炎的小火苗不停地添柴加薪，火上浇油。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里 Omega-6 本来就已经严重超标了，如果你家里还天天用这种大豆油来炒菜，那简直就等于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在给你身体里的炎症泼汽油，让它烧得更旺。而且这种油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弱点，就是它的热稳定性极差。咱们华人喜欢高温爆炒，油温随随便便就能升到200多度，这种大豆油一旦温度超过了它能忍受的极限，它内部的分子结构就会啪一下崩解，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。这东西是啥呢？说白一点，它就是自由基的主要来源。自由基是干嘛的？它就是攻击你身体细胞膜的坏蛋，是让你血管壁变脆、皮肤长斑、身体各个器官加速老化的元凶之一。
所以，如果你家厨房里现在正放着这桶黄色的 Kirkland 大桶油，听一句劝，把它留下来，偶尔做个凉拌菜，或者像有些老师傅说的，用来擦擦铸铁锅防锈都行。但千万别再把它倒进烧得滚烫的炒锅里了。为了省那几十块钱，把全家人的身体都搞成容易发炎的炎症体质，这笔买卖实在是太不划算了。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第二名，可能会让很多讲究生活品质、注重养生的朋友大吃一惊，因为它在大家的心目中一直是健康、高级、地中海饮食的代名词。它就是 Costco 那款绿瓶子，上面写着 Kirkland's Signature Organic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的油。听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要坐不住了。安琪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橄榄油不是全世界公认的好油吗？能保护心脏、降血脂，我专门花大价钱买这个给家里老人吃，你怎么说它不能买呢？大家先别急，一定听清楚我的定语，我绝对没说它不能买，我是说它千万不能拿来做高温炒菜。咱们很多华人朋友虽然生活在国外，但那个中国味和深入骨髓的中国烹饪习惯是改不了的。咱们觉得橄榄油好，于是炒青菜用它，煎鸡蛋用它，甚至炸个鱼都想用它，总觉得这样做出来的菜更健康、更高级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大家下次去 Costco 可以拿起那个绿瓶子，仔细看看那行字 Extra Virgin 特级初榨。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瓶油是橄榄果直接物理冷压出来的一道果汁，它里面保留了大量的宝贝，比如橄榄多酚、叶绿素、各种维生素，这些都是顶好的东西，是抗氧化的神器。但是啊，老话说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正是因为这些珍贵的营养物质和天然杂质的存在，导致特级初榨橄榄油的冒烟点非常低。这个冒烟点英文叫 smoke point，大概只有190摄氏度，约375华氏度左右。190度是什么概念呢？咱们平时炒菜习惯把锅烧得热热的，再倒油，等油在锅里稍微有点波纹，看着有点波动的时候，那个温度往往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190度了。如果你还要追求爆炒的效果，那油温瞬间飙到240度以上都是很常见的。那么当娇贵的特级初榨橄榄油遇到这样的高温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第一，你花大价钱买的那些抗氧化神器，比如橄榄多酚，在高温下瞬间就被破坏、分解掉了。你这钱相当于花了个寂寞，好东西一点没吃进去。第二，也是最可怕的，当油温超过它的冒烟点，油就开始剧烈的冒烟。那股青烟里含有一种叫做丙烯醛的有害物质。这是一种有强烈刺激性和毒性的东西，被明确列为潜在的致癌物。很多一辈子不抽烟的女性朋友，为什么到了中老年反而查出了肺部问题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长期吸入厨房的油烟。你用特级初榨橄榄油来高温炒菜，它冒烟冒得比普通油更快、更浓。你天天站在灶台前吸入的这些烟雾，对肺部的伤害真的不亚于吸二手烟。而且烧焦变质的橄榄油还会发生复杂的氧化反应，产生对身体非常不好的反式脂肪酸。你想想看，你本来是为了保护心脏、为了健康才买的橄榄油，结果因为用错了烹饪方式，硬是把它变成了伤害心脏、损害健康的坏油，这冤不冤枉？所以 Costco 这款特级初榨橄榄油是绝对的好油，性价比也很高。安琪我自己家里也常年备着一瓶，但是我只用它来做2件事。第一，拌沙拉、拌凉菜。第二，菜炒好，出锅装盘之后，稍微淋上一点点提个香气。我绝对不会让它下油锅去经历火劫。如果你一定想用橄榄油来炒菜，那请你去买那种普通的、颜色比较浅的精炼橄榄油，英文是 refined olive oil 或 pure olive oil， 那种油的冒烟点会高很多，适合加热。但 Costco 主推，大家最常买的就是这种绿瓶的特级初榨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，别用错了地方。好了，说完了前2个，咱们再来说说这第3名。这个油在 Costco 的货架上也很常见，经常摆在很显眼的位置，而且动不动就贴个打折的标签。
很多老一辈的人特别认这个，觉得它听起来很传统、很天然，那就是 Mazola Corn Oil 玉米油，或者 Kirkland Canola Oil 菜籽油，也叫芥花籽油。我把这俩兄弟归为一类，因为它们的问题有相似之处。先说玉米油。玉米本身是个好东西，但是玉米的胚芽里含油量其实并不高，要想把里面的油高效地提炼出来，同样离不开化学溶剂的进出工艺。而且玉米油也是欧米伽6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一种油，跟咱们前面说的大豆油一样，是身体里炎症的得力助手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现在的玉米，尤其是在北美这边大规模种植的玉米，转基因的比例非常高。虽然科学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有争论，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的肠胃比较敏感，或者心里对这方面比较在意。如果你想尽量避开转基因食品，那么 Costco 这种大桶的便宜的玉米油，你大概率是避不开的，因为它很难保证原料是非转基因的。再来说说这个 Canola Oil 菜籽油。这个油在北美被推广得非常厉害，广告都说它饱和脂肪含量低，好像很健康。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，Canola Oil 在工业加工过程中，因为要经过极其高温的脱臭处理，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微量的反式脂肪。而且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用这种便宜的菜籽油炒菜，如果不放很多葱、姜、蒜这些香料去压住味道，它虽然闻不到明显的臭味，但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哈喇味，或者有点像淡淡的油漆味。那就是因为它在精炼过程中，油脂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氧化，留下的痕迹。咱们的身体血管就像家里用了好多年的下水管道，你年轻的时候水管子是新装的，水流也大，冲什么脏东西都能一下子冲走。但是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，管道内壁已经有些挂垢了，有些生锈了，水流也不那么冲了。这时候你如果再天天往里面倒这些容易氧化、容易产生不好物质、容易导致身体发炎的劣质油，那不就是在给咱们的血管添堵，加速它的老化和损坏吗？说到这儿，我估计电视机前、手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、兄弟姐妹们都要急了。哎呀，安琪，你这也不让用，那也不让用，那我们到底还能吃啥油？总不能以后天天水煮白菜吧？咱们中国人做饭离不开一个炒字啊。大家别急，既然给大家指出了这些坑，就一定会给大家铺好一条明路。Costco 其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里面有好几种非常适合咱们华人高温烹饪习惯，既健康又安全的宝藏油。只要你愿意换用这几种油，哪怕它们稍微贵那么一点点，但这笔对健康的投资绝对是这辈子最划算的买卖。我首推给大家的是 Marion's Avocado Oil 牛油果油，或者 Chosen Foods那个牌子的也行。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位老医生家里常备的炒菜油。为什么我这么推崇它呢？第一，它的冒烟点简直是王者级别的，能高达270摄氏度，约520华氏度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哪怕你把锅烧得通红，准备做需要过油的地三鲜或者爆炒腰花，它都能在锅里稳如泰山，基本不会冒烟，也就不会产生那些致癌的有害物质，比如刚才说的丙烯醛。你用它炒菜，厨房里的油烟味至少能减少一大半。这对于天天在厨房里忙活的咱们掌勺人来说，就是对肺最大的保护和疼爱。第二，它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接近橄榄油，富含大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。这种脂肪酸是个大好人，它能帮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坏胆固醇，保护心脑血管健康。而且它又不像大豆油里那种多不饱和脂肪酸那样，特别容易被氧化变质。我知道这瓶油看起来是有点小贵，一瓶可能要20多美金，但是朋友们，咱们再算一笔细账，一瓶好油，咱们省着点，用对地方，吃上1-2个月完全没问题。这样平均到每一天，其实也就多花几毛钱，用每天这几毛钱换来一个没有呛人油烟的清爽厨房，换来一条干干净净、柔软有弹性的血管，换来身上关节不疼不肿、舒舒服服，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划算、最聪明的投资吗？
如果你觉得牛油果油实在有点贵，用来炸很多年货有点心疼，那再给你推荐一个性价比高一些的备选方案，那就是 Kirkland Signature Coconut Oil 有机椰子油，就是那个白色大桶，看起来像猪油一样白白净净，常温下是凝固状态的油。很多人对椰子油有误解，一听说它饱和脂肪高，就吓得不敢用。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，椰子油里富含的是一种叫中链甘油三酯的东西，它代谢起来非常快，不容易变成身上的肥肉囤积起来，反而能比较直接的为身体和大脑提供能量。椰子油的冒烟点虽然没有牛油果油那么逆天，但也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，完全能够胜任咱们日常的炒菜、煎蛋，甚至炸点丸子的需求。而且它自带一股淡淡的、清新的椰香。做红烧肉、炖鸡的时候放上一点点，那个风味简直绝了，能给菜肴增添一种独特的层次感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化学性质非常稳定，不容易被氧化，也就不容易产生攻击我们细胞的自由基。视频最后，安琪想和所有长辈以及家里的采购员说几句心里话。我们这代人习惯节俭，买东西先看价格，觉得油能炒熟菜就行。但在今天，威胁健康的往往是吃不对。一桶便宜的大豆油或菜籽油，省下几十块钱，却可能悄悄损害血管，加剧炎症，让厨房充满有害油烟。我们辛苦一辈子，图的就是晚年健康硬朗，能享受生活，少给儿女添负担。所以安琪恳请您，下次去好事多，请坚定地走过那堆金黄的大桶油，直接去货架深处，选一瓶虽然小贵，但真正健康的油，比如牛油果油或椰子油。回家就给油壶更新换代。旧油如果舍不得扔，可以用来做手工皂或保养家具，但请别再倒入热锅。换了对的油，您会发现菜更亮，油烟变少，每一口都成为对身体的滋养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有一点帮助，请点赞并转发给家人、朋友。您的一次分享，或许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饮食习惯，守护至亲的健康。我是安琪，在颐养晚年陪您明明白白吃出健康。关注我，下期带您去好事多挖掘大牌平替好物，把买好油多花的钱加倍省回来。下期不见不散。